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建家博。LPL 精彩赛事依旧在火热进行中。作为超级比赛日，官方也是安排了重头戏，压轴的威武和RNG的对决备受关注。毕竟两支战队状态都很火热，未尝一败。而且中路这个位置太有话题性了，新老中单的对决，Dream挑战前辈小虎，也是证明自己的一场大战。另外，呼吸哥同样如此。面对强队，最能看看呼吸哥的作用了。最后的结果，各位看了直播的都清楚，有点意外。威武赢了，鏖战拉满，威武笑到了最后。高质量的对决，时间很久，但都不是垃圾时间。这种比赛最精彩了，有来有回的较量。最惊艳的自然就是 Dream 这个新中单，真的打出了身价。要知道他面对的可是经验丰富的小虎，最后决胜局 Dream 依旧能够带队起飞，不简单。小许秀这个外号稳了，威武击败RNG之后也是迎来了4连胜， Rocky 可以放心了。代替 Rocky 的小许秀大放光芒，为威武开心的同时， Rocky 估计都有点担心自己的地位了。现在的新人真的猛。赛后采访的时候，卡萨也是让RNG老粉丝泪目了，直言中路的套路还是当年和小虎一起研究出来的，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依旧记得。不过用来对付小虎也是太有趣了，早知道小虎当年不研究这一套就好了。经过3周的比赛，夏季赛的格局已经基本明朗起来，出现了2支不败战队，成为夏季赛赛出的最大赢家。与此同时，赛前被寄予厚望的几支队伍也有逐渐沉沦下去的。最典型的案例就是 BLG，Bin 的加盟让粉丝一度看到了希望，可是耻辱被 AL0封后，能看出他们的队内依然存在诸多问题。即便是用 Icon 换下 Fofo， 依然没有取得起色。在已经结束的 MSI 季中赛上， RNG 成功击败 T1， 加冕3冠王。T1 在本土未能夺冠，招来了诸多质疑。但是 LCK 夏季赛开打之后， T1 依然是大魔王，没有队伍能打破他们的不败金身，甚至引入牛宝的 DK 也被 T1 直接干碎。不难预料的是， LCK 夏季赛依然会是 T1 一家独大的局面。而相比 LCK，LPL 却呈现出3足鼎立的格局。3支队伍成为目前最有统治力的队伍，他们目前的战绩分别是 5-0、4-0、4-1。GTG 在夏季赛开局取得5连胜，突出一个稳，尤其在面对弱队时 ，Knavi 下手极重，让 GTG 几乎没有翻车的可能，而 GTG 仿佛在持续完成蜕变。夏季赛击败的 EDG 和 TS 都是赛前被大家认为能冲进世界赛的队伍，后面留给 GTG 的强队并不多，因此他们只要能稳住的话，那么冲进世界赛的可能性极大。在春季赛的时候，威武有常规赛之王的说法，意思是他们打 BO3 很厉害，但是由于老将众多，打 BO5 会有天然的劣势，因为体力和集中力会跟不上。然而事实恐怕真是如此，威武在季后赛的表现出现不少问题。相比 RNG 和 TS， 他们的驾驭 BO5 的能力明显偏弱。但是昨晚的比赛，威武苦战3局力克 RNG， 能看出整支队伍的状态相当不错。春季赛 TS 遗憾夺得亚军，但是却足够励志，因为他们是从东部第1打上来的，谁也没能想到在台上魏延和 Mark 之后，队伍能磨合到这样好的地步。除了打 FPX 和输 GTG 之外， TS 都是2-0拿下，同样很稳。因为 TS 和威武以及 GTG 无疑让 LPL 形成了3足鼎立的格局。RNG 在夏季赛开打之前无疑是夺冠呼声最高的队伍，但是在输给威武之后， RNG 还是显现出了短板。这些问题或者也决定了 RNG 与 GTG、威武以及 TS 之间的差距。首先是选手状态没有调整好，无论是 Gala、魏还是小虎，对阵威武的比赛都有或多或少的失误，和 MSI 上的那支 RNG 仿佛判若两队。其次就是 BP，
和威武第3局拿出一个3路对线劣势的阵容，没有开团，没有留人，只能被威武这边疯狂拉扯。安安季还能任性打到最后，也是非常不易。那么最后问题来了，大家认为目前 LPL 哪些队伍最有冠军相呢？下面阿博再和大家分享一件有关假赛的消息。由于在英雄联盟 MSI 季中赛之后，韩服打击演员和剧组的力度变大，导致很多 LPL 选手的韩服账号被误伤封禁，回归峡谷之巅来打游戏，例如圣枪哥和林伟翔等等。这也导致峡谷之巅的含金量与热度节节攀升。这对于很多主播或者路人玩家来说是一件好事，毕竟峡谷之巅大神增多，直播时的对局更加精彩，肯定是主播们愿意看到的事情。然而令人没想到的是，国服演员和剧组的生意依然火热，甚至价格有上涨的趋势。UZI 之前的话算是一语成谶了。UZI 之前直播的时候总是能被各路剧组和演员狙击，无论杜云碧和小智都提到过这件事。越是直播热度大的主播，越容易被剧组安排。例如杜云碧就曾说 UZI 停播的那段时间，自己是被演员狙击的最惨的。而 UZI 在一次直播中曾经被演员搞到破防，直言演员和剧组是越来越厉害了。这些人真的赚麻了，我玩不起还躲不起吗？结果直接气到下播。现在剧组想操盘一个选手的手段很多，他们会找不少高分段人来储备着，一旦有机会就让这些人开眼，然后给演员发钱。由于当时 UZI 被很多黑粉喷，所以他的爆料也没啥人相信。但是 LPL 前打野在6月份晒出了一组聊天截图，并且爆料出了一些黑幕，让大家意识到 UZI 之前真的是一语成谶。目前演员现象依然很普遍，而且价格还涨了。这位 LPL 前打野正是之前 VG 的游荡，相信很多老 LPL 观众对他有印象。他就是王校长当年 IG 首发的那场比赛中对面的赵信。这个赵信见到王校长的劲就疯狂输出，丝毫不给王校长面子。凭借那场比赛，这位选手也算是出名了一次。不过游荡目前已经不打职业了，在小电视直播，但平时也会直播或者2录解说，节目效果很不错。游荡在一条动态中爆料了自己被剧组人员私聊的聊天截图，通过聊天内容可以看到，导演承诺只要他卖分100到200分，甚至能赚到20万，演一天也能赚到1万以上。5位数的收入对于普通玩家来说是难以抗拒的。不过游荡还是非常具有正义感，直接拒绝了导演的邀请，并且公开进行曝光。可以说他胆子非常大了，因为惹怒导演或者剧组很容易遭到报复。不过游荡断然拒绝了导演，却得到了对面的尊重。导演直言，不愧是敢捅校长的男人。剧组和演员现象在某种程度上说是难以根治的，因为有利益存在，自然就会有人干。演一局赚几千，演一天赚5位数，很多路人玩家很难拒绝这种诱惑。毕竟边打游戏边赚钱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事情，但是对于游戏环境和被狙击的主播来说，这些都是不愿意看到的。毕竟主播直播总是一直被狙击，一直输，节目效果也会受影响，而且自己的心情也会变差，所以 UZI 一度被演员搞崩心态，当场破防。那么各位对于演员涨价一事有何看法？峡谷之巅是否终有一天会跟出演员现象？